Hello，你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有点沉重，但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背负着童年的某些阴影，那这份内容就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它不只是一份指南哦，更像是一趟探索的旅程。我们会一起去深入了解自己，然后一步一步把生命的主导权拿回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我们一开始，我想先跟你分享这句话。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彻底颠覆我们对创伤这两个字的看法。创伤并不是错误，而是身体为了守护你所留下的防御机制。你听到了吗？它不是你的问题，更不是你的缺陷。反过来想，它其实是你当年为了活下去所展现出来的一种，强韧的证明。这个观点，请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，因为它会是我们接下来整个旅程最核心的基础。好的，那么在这趟身心重塑的旅程中，我们会走过4个主要的阶段。第一步是读懂生存蓝图，先搞懂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再来是安抚身体核心，从身体层面下手。接着，我们要拥抱内在碎片，学习跟自己和解。最后一步就是重建安全连结，重新学习怎么跟人相处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吧。读懂生存蓝图。要疗愈，最重要的起点其实就是先停止自我批判。你可能常常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总是反应这么大？为什么我会这样？这一步就是要带你真正去理解你的身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反应。你看这个概念，发展性创伤听起来很学术，对不对？但这里用了一个超棒的比喻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身体里装了一个超级敏感的烟雾探测器，也就是我们大脑里的杏仁核。因为在过去你成长的环境可能随时都有危险，所以这个探测器理所当然的被调到了最高警戒等级。问题是，即使你现在已经离开那个环境了，这个探测器还是维持在那个设定，所以一点点风吹草动，它就马上大响，误以为是致命的威胁又来了。所以你抓到重点了吗？关键就在这里。你现在觉得那些所谓过度的反应，不管是突然的恐慌、瞬间的麻木，甚至是没来由的暴怒，那都不是你的错。你要知道，在过去那个不安全的环境里，这些反应正是帮助你活下来的非常成功的生存策略。我再说一次，是成功的策略，他们真的保护过你。那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呢？好，这里有一个很实用的练习，叫做正念观察，或者说内感受。很简单，下次你感觉到焦虑又来的时候，先别急着跟脑袋里的念头吵架，你试着把注意力轻轻地转到你的身体上，去感觉一下，我的肩膀好紧哦，我的胃好像揪在一起了。就是这样，单纯的去命名那个感觉，不要去批判它。光是这个小小的动作，就能像一个开关一样，把你那个掌管理性的脑袋重新叫回来上线。好，我们理解了身体的反应之后，就要进入第2个阶段了，安抚身体核心。刚刚我们提到，创伤的记忆其实是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的，对吧？所以疗愈也必须从身体开始。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由下而上的疗愈方式。为什么要从身体开始呢？因为你真的没办法单纯靠想来摆脱创伤。我们都很常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一直告诉自己没事了啦，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了。但身体就是不听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创伤的印记，它不是存在我们那个会思考、讲道理的大脑皮质，而是深深的刻在我们更原始的、掌管生存本能的神经系统里。那是语言文字很难抵达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必须用身体的语言去跟身体沟通。那具体来说，可以怎么做呢？这里提供3个很棒的方法来安抚你的系统。第一个，最简单的，呼吸与接地。你只要专注在把气吐得又深又长，这就像是踩下身体的刹车一样，能马上启动你的放松机制。同时，去感觉你的脚踏实地踩在地板上。第2个，律动与重掌，像是做一些温和的瑜伽或伸展，这不只是运动，它更是在帮助你重新感觉到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我可以控制它。
第三个，释放与赋能。像拳击或武术这类活动，它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管道，让你把那些当年想战斗、想逃跑却被压抑住的巨大能量，好好的释放出来。OK，当我们的身体感觉比较安稳一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好进入第三个阶段了，拥抱内在的碎片。这一步会触碰到比较深层的情感，也就是很多幸存者心中那个根深蒂固的自责感和羞耻感。在这个阶段，一个超级关键的核心练习就是要学会拆解。拆解什么呢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威胁跟我现在的感受分开来看。你看，过去的危险是真实的，那时候你是一个无助的孩子，你只能沉默才能生存。但现在呢？现在那个强烈的感受，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被触发的记忆或身体的感觉，它是一个回音。而你现在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了，你可以为自己发声，你可以保护自己。这个区分非常非常重要。这边有一个很美的概念，叫做内在家族。你可以想象啊，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住了很多不同的你，其中有一个是被放逐的小孩，他小小的身上背着所有过去的恐惧和羞耻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保护者，这些保护者可能是那个拼命工作的你，总是讨好别人的你，或是那个很容易生气，好像全身长满刺的你。他们看起来好像很麻烦，但其实他们都是为了保护那个受伤的小孩才发展出来的防卫机制。所以当你又发现自己好像又掉进那些旧的模式里的时候，这里有一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充满力量的咒语，在心里对那个保护者说，谢谢你当年保护了我，我们现在长大了，我们安全了。你看，我们不是去骂他，不是去赶走他，而是去感谢他。光是这个念头的转变，从责怪变成感谢，就能从最深的地方开始融化那种羞耻感。好的，我们走到了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，重建安全连结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既然我们的创伤是在不安全的人际关系中造成的，那么要真正的完整的复原，也必须在安全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完成。不过我知道，对很多有创伤经验的人来说，要马上进入一段1对1的亲密关系，那真的是太可怕、太有威胁感了。所以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开始，就是所谓的集体节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种大家一起做同样事情的团体活动，比方说去参加合唱团、去上舞蹈课、打个团队运动。在这些活动里，你不需要掏心掏肺，但光是跟大家一起移动，一起发出声音，跟着同一个节奏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不知不觉地感觉到一种连结感跟安全感。而这就是关系疗愈最核心的魔法时刻。当有一天你在一段让你感觉够安全的关系里，你鼓起所有的勇气，设立了一个界限，你说了不，结果对方没有暴怒，没有攻击你，也没有抛弃你，他只是平静地尊重你。就是在那一刻，你的整个神经系统会得到一个全新的、从未有过的经验。这个经验就像一个最有力的证据，在告诉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世界真的不一样了，现在是安全的。我们一起走过了这4个阶段，来到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疗愈的很重要的观念。疗愈创伤，它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把过去那片废墟整个铲平，假装它没发生过，不是的，而是去学会怎么样跟这片废墟共存，然后在它的旁边开始种出新的花、新的生命。最后这句话，我觉得为我们今天的整个旅程下了一个非常美的注解。根要扎在土壤里，与风儿一同生存；创伤要留在光里，与自我一同成长。我们不需要去消灭过去，而是邀请它走到阳光下，承认它是我们生命故事的一部分，然后带着它跟自己一起继续成长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留给你一个很温柔的提问。
我知道疗愈的路很长，但所有的长路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。所以，我想请你问问自己，在你的那片内在废墟旁边，今天此时此刻，你最想为自己种下的第一朵代表希望的小花，会是什么呢？